大家好，我是谢明吉医师，来跟各位分享这个案例呢，蛮有趣的。他这次回来是要做后脑勺的重建手术，有趣的地方在他多年前已经帮他完成了典型的雕塑手术以及额头的丰额手术。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现在的人不只是追求正面的部分，这种对美感的追求呢，已经开始往头顶后脑勺去延伸。他希望整个人是远远的看起来呢，不管是脸型轮廓以及他整个头型都要最理想的一个状况，方便他们整理头发或是绑马尾。我们团队一贯的风格呢，就是客制化电脑的设计，然后预先制作好植入物，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放入。这个患者也不例外，我们使用电脑断层，先看他头颅到底是什么地方缺损，或是凹陷，或是不对称的地方。我们用电脑的软体来预先设计比较好的一个轮廓线，也跟患者手术前达成一些共识。有些人喜欢绑高马尾、低马尾、剪短发，在设计上会有一些不同之处，在手术当中也会有一个比较短的恢复期。唯一的小小的缺点就是手术前的工作会比较多，需要一些预先的扫描设计。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就设计的概念，透明的部分就即将要连接好最佳的一个头型。从手术前的电脑断层看到头型变得比较圆润、饱满，而且有立体感。它的先前缺陷除了扁平之外呢，它有一偏斜的问题，也透过电脑的设计呢得到了一些改善。这是一个侧面的实际手术的前后，这个是一个由头往上看的鸟瞰图，可以看一下整个头往后延伸之外，其实让它对称性也达到一个蛮理想的一个状况。这是由下往上看看一下对称性的跟圆润饱满的部分。那手术后我们是利用4根骨钉将它的后脑勺植入物给固定起来。不过他手术后呢，他觉得一个遗憾的就是说，假设再让他选一次的话，希望他的额头的手术跟后脑勺手术能够一起做，那这样的话就不用经历2次的恢复期。